国人的家族血脉到底有多神奇？中国台湾演员郭品超第一次远赴山东寻亲，素未谋面的舅奶奶竟然一眼认出了他。人德家儿啊，人德家儿啊，你爸爸是人德吧？啊，你爸爸叫什么？人德，对。2023年，在一档大陆的综艺节目里，偶像演员郭品超被一位山东的朋友热情邀请到家中做客，却没想到在节目组的精心安排下，竟然意外寻回了在山东的亲人。我的爸爸是来自于山东的那个泰安，然后3岁的时候才搬到这个中国台湾去。郭品超在饭桌上聊起这段往事。他自己的爷爷奶奶其实也是山东人，虽然他是在台湾出生长大，但郭品超心中一直保留着一份浓浓的乡愁，而这份情感的源头都来自于从小将他一手带大的奶奶。郭品超说，他曾听奶奶提起过，他们的祖籍是山东泰安。在他父亲3岁那年，爷爷奶奶就举家搬到了中国台湾，从此以后，浅浅的海峡变成了阻隔亲情的屏障。虽然这么多年来全家生活幸福美满，但他的爷爷奶奶一直怀着深深的乡愁。岁月匆匆几十年，奶奶的乡音从来没有改变，对远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也愈发深沉。1989年，郭品超的父亲曾陪奶奶回到山东泰安探亲，当时年幼的郭品超没能同行。如今这也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，因为他再也没有机会陪伴最亲爱的奶奶回一次故乡。他所参与录制的《行进中国黄河篇》这个节目，内容正好是几个嘉宾沿着母亲河黄河探寻中华文化。在得知郭品超的经历之后，节目组当即决定改变路线，先从济南出发到泰安，帮郭品超寻找他们在大陆的根。如今奶奶已经去世多年，郭品超的父亲对老家的记忆也并不深刻。他在奶奶的遗物中曾经找到一封泛黄的家书，信上提到奶奶老家的地址是泰安市的灵芝街50号，那里有奶奶的几个兄弟，也就是郭品超的几个舅公，可是他们在手机上并没有搜到确切的地址。一行人决定先出发到泰安的灵芝街，再想办法在周边打听一下。路上，郭品超心中还是有很多担忧的。他担心奶奶那一辈的亲人可能已经不在了，而爸爸这一辈的亲戚也早已结婚成家搬走，可能早就不在老家了。当他们终于踏上泰安这片土地，郭品超的心中百感交集。这是他从未踏足过的故乡，而他的父亲自从3岁离开之后，也只在40多岁那年陪奶奶回来过一次。幸运的是，他们真的找到了奶奶信中提到的灵芝街。可是如今经过多次城市改造，以前的门牌号早就不再使用了。没有人知道灵芝街50号具体是哪里，一股失落感瞬间涌上他的心头。他们打听了附近的居民，依旧一无所获。最后只好找到当地的社区服务站，工作人员告诉他们，如今这个社区街道的门牌经过多次变更，居委会的档案里也已经查不到之前的号码了。寻亲之路当场陷入僵局，郭品超尝试报出奶奶信中提到的2舅公和3舅公的名字，工作人员依旧表示查无此人。而奶奶信中写的泰安柴油机厂也早已经搬迁不在此地，没想到所有的线索全都中断了。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工作人员给了他们一个重要提示，虽然这里没有郭品超的2个舅公徐代祥和徐代志，但社区里有个名字和他们相似的老人叫徐代印，这瞬间燃起了他们的希望。没想到这一字之差竟然成为他寻亲的关键线索。可是几人尝试多次拨打对方手机号码，那头始终都没有人接听，他们只能在路边向路人打听住在附近的徐代印，同时也从邻居口中得知，原来他的2舅公徐代志早已离世。而他们要找的徐代印确实就住在这个地方，但他刚才正好出门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总算是个好消息。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，一行人来到了徐代印的家里，先见到了他的妻子。没想到郭品超刚说出奶奶的名字，对方立刻热情地招呼他们进屋。你是哪俩？我是徐玉凤的孙子。哦，徐玉凤的孙子。孙子。听错了。我天哪，还真吵上。原来如此，这家人不仅认识他的奶奶徐玉凤，算起来这也是他家乡的亲人。这位徐代印正是郭品超奶奶这一辈的堂兄弟，这让郭品超一行人感到非常惊喜，这也算是找到的第一个亲人。
堂舅奶奶告诉大家，郭品超的三舅公徐代祥如今还健在，而且就住在附近不远的小区。为了帮助他早日和亲人团聚，奶奶决定领着他们前往三舅公家。一路上，郭品超心中也有些忐忑，不知道这里的亲人还记不记得他的父亲，更不知道这里的亲人对他会是怎样的态度。人的家儿啊，人的家儿啊，你爸爸是人的吧？人的，对，我认得，我认得，你爸爸来过这的。哦，40年前来过，还记得。刚刚一下车，郭品超就体贴地帮奶奶撑起了雨伞。尽管两人之前素未谋面，站在门口的三舅奶奶竟然一眼就认出了他。三舅奶奶激动地告诉他，40年前他曾见过郭品超的父亲一次，所以刚才见到他的第一眼，他就认出郭品超和他父亲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。当85岁的三舅公第一次见到郭品超时，四目相对的一瞬间，老人差点哭了出来，在场所有人都为之动容。虽然两人素未谋面，但血缘关系却能瞬间将两人紧密相连，甚至郭品超和他的舅爷爷在眉眼处也有很多相像的地方。舅奶奶翻出家里的老照片，指着照片里郭品超的父亲说道：“你看你和你爸年轻的时候多像啊！”他从舅奶奶那里听说，原来他们在很多年前还曾被郭品超的奶奶邀请去台湾玩过，只不过那时候郭品超年纪还小，已经没什么印象了。看着眼前一张张已经泛黄但被保存得很好的老照片，这个家族曾经点点滴滴幸福的瞬间，仿佛都重新浮现在他们眼前。他们向郭品超逐一介绍家族中的每一位成员，三舅公不禁感慨道：照片里的许多亲人如今都已不在人世，这种血脉相连的深厚亲情让在场所有人都深受感动。随后舅奶奶又取出一沓厚厚的书信，原来这是郭品超奶奶当年寄回的家书，一直都被完好的保存着。三弟弟妹二位好吗？接到来信真是太高兴，感动的流泪。我也是日日夜夜想你们，我念不下去。来，我帮你念。几十年的岁月距离，家书上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。在这一封封的家书中，字里行间满是对故土和亲人的深深思念与牵挂。那份细腻又厚重的情感让郭品超当场哽咽，难以继续念下去。家里高堂兄嫂都有你照顾，辛苦你了。从四妹的来信说你是最孝顺，心地善良，对谁都好。三弟呀，真谢谢你了。奶奶在信中流露出对弟弟和弟妹的愧疚之情，他们早年便背井离乡，家里的父母全靠老家的弟弟妹妹照料。一封平平常常的家信几句简单朴实的话语，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忍不住红了眼眶。奶奶已经过世很多年了，如今郭品超再次看到这些文字，他们就像重锤一样，一下又一下地敲打着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三舅公仔细端详着郭品超的脸庞，眼神里流露出复杂的情感，仿佛想从他的面容中寻觅到最亲爱的姐姐的模样。听说家里来了客人，三舅公的几个女儿也急忙赶了回来，他们都对郭品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。爸爸，你高兴吧？比我激动爸爸。我很高兴，是吧？姑姑们看着照片，回忆着说道：1989年，郭品超的奶奶和父亲回山东探亲，他们整个家族一起爬了一趟泰山，最后一家人在南天门留下了珍贵的合影，也是郭品超奶奶最后一张和亲人们的合影。家人们热情地邀请郭品超在家里住几天，他们要带着郭品超爬一次泰山，逛一逛岱庙，重新走一遍他父亲和奶奶当年走过的路。当天晚上，全家人为他举办了热闹的宴请会，家里的亲戚几乎全部到场，庆贺这难得的团聚。这一次，郭品超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家庭温暖。他从来不知道，原来被这么多亲人围绕是这样的感觉。亲人送了一幅观海的字画，更是应了此时此刻海峡两岸亲人团聚的美好画面。桌上每一道菜都是家人为他准备的地地道道的鲁菜。他不禁感叹，奶奶烧的菜原来一直都是带着他家乡的味道。此时此刻，他已经不再是电视上光鲜亮丽的偶像，而是一个终于辗转回家的游子。
第二天，全家人齐聚在巍峨的泰山脚下，身体硬朗、腿脚利索的就选择徒步登山，实在爬不动的就选择乘坐缆车代步。一家人有说有笑，其乐融融，一路上走走停停，不紧不慢，一边尽情欣赏着泰山的壮丽景色，一边聆听着亲人们讲述关于父亲和奶奶他们当年那些难忘的往事。经过好几个小时的辛苦攀登，一家人终于在南天门团聚到一起。全家人在当年同样的位置拍下合影，34年的光阴在这一刻浓缩成了血脉的延续。郭品超寻亲的故事是当年不少两岸家庭的缩影。哪怕离开家乡几十年后，他的奶奶至死都乡音未改，父亲一直用山东话教育子女长大成人，而他自己虽然出生于台湾，却总是在听到山东方言的时候心头一暖。就像他自己说的，中国台湾是他身体上的家，但山东才是真正属于灵魂的归宿。在最后，南风给大家看个短片《台湾回家吧》。我在中国重庆，那里有穿楼而过的轻轨，有光影交错的红崖洞，有李白、杜甫、诸葛亮来过的百里城，火锅飘香，江湖菜生猛，那是雾都，那是山城，台湾回家嘛。搿搭是中国上海。搿搭有黄浦江灯光璀璨的天际线，800张是首武的私人仓库，南部外滩吹风看江景，去迪士尼看烟花，辣盖城隍庙吃碗汤小笼包和一碗阳春面，台湾回去吧。这里是中国陕西省，这里有兵马俑、黄帝陵，有华山论剑，有周秦汉唐。来大唐不夜城逛逛，吃个羊肉泡馍，油泼辣子面，再看个长恨歌，保你尽兴。台湾，咱回家。这里是中国河南，这里有龙门石窟、少林功夫，有神都洛阳、东京汴梁，有愚公移山，有竹林七贤，有甲骨文和大方丁，胡辣汤一点都不辣。老家河南一个都说中的地方，台湾回家吧。这里是中国廣東，這裏有黃飛鴻的南派醒獅，有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，小蠻腰雲中漫步，長隆動物超多，虎門硝煙開啟近代史，日啖荔枝300顆，不辭長做嶺南人。台灣回家吧。這搭是中國感受上，這搭與南京城會後，過戶個中山陵，與蘇州個紫水，孫悟空個虎口山，與水時候個20世界名畫啊，好粉絲之地，種植觀念，這台有亞洲菜的台灣，過來吧。这里是中国黑龙江，咱们这不仅有冬季特供的冰雪大世界，漂亮的圣索菲亚大教堂，还能体验北极村的泼水层顶，小鸡炖蘑菇、铁锅炖大鹅，贼拉板呢！北国好风光，美在黑龙江，台湾回家吧。这里是中国山东省，这里有黄帝门封山的泰山，有八仙过海的蓬莱，有大明湖畔的夏雨荷，有孔弄孙屋，有河海交汇，还有我喜欢的煎饼卷一切。台湾回家吧。这里是中国四川省，这里有千年奇迹都江堰，有水晶之王九寨沟，有峨眉功夫和乐山大佛，有春节发源的阆中古城，有钵钵鸡和夫妻肺片，大熊猫数都数不清。台湾回家吧。这里是中国安徽省，这里有黄山云海，九华山的金地藏，有天命无私的包蜻蜓，台湾近代化之父刘铭传和黄山毛峰，天皇美食，台湾家来吧。这里是中国福建，咱这家佛跳墙啉大红炮，我带你当用黄家地咧马祖面前说风，高龙寺的电线杆守护海蝶，武夷山特发漂流一步一景，台湾登起出来吧。这是中国河北省，这个避暑山庄啊，规模可忒大了。金山岭长城在万里长城岭都算八件个，山海关嘛，那可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个地界，这么近那么美。长山赵子龙端着正宗牛肉拌面等你，台湾回家吧。我在中国天津，这里有金门第一的霍元甲和陈真，百年洋楼群的五大道，还和两岸夜景仨一特，边逛边吃煎饼果子和狗不理包子。台湾回家吧。这里是中国湖北省，这里有让李白停笔的黄鹤楼，有武当山的张三丰佛台集全，三峡大坝国之重器，神农家业人蛮多，还有隆中赤壁长坂坡这些三国遗迹。东坡肉配热干面能吃3大碗。台湾回家吧。这里是中国辽宁省，这里有张学良的大帅，有中国最北的红山海岸线，大连海边石头长得比小比还逗，葱烧辽参锅包有硬菜蛋呐。台湾回家吧。这里是中国湖南省，这里有圣人宴地，有火神咒印，有横放古镇，有邓丁府，有岳燕楼，咱国家的天子山记恨山区，天门山子承云霄，都江遇到飞能仙落，台湾飞过不？这里是中国新疆王母娘娘的瑶池所在地，昆仑山和天山贯穿全境，雪山和大草原数不胜数。来嘛，朋友，一根烤羊肉串就能吃饱，还有吐鲁番的葡萄
和哈密的瓜。台湾回家嘛。这就是中国贵州黄果树大瀑布，雄得很，力拔小气孔，轻悠悠，梵净山紫耸耸，像天空之城。百里杜鹃开得不得了，酸桑榆酸香开胃，丝娃娃爽口得很，太安逸了。台湾，赶紧回家哟！这里是中国广西，这里的桂林山水甲天下，10万大山连绵不绝，得天跨国瀑布一波三折，涠洲岛能出海观鲸，螺蛳粉保证回味无穷。台湾，回家吧！搿搭是中国浙江省，搿搭有白娘子个断桥搭来风塔，精忠报国的莫非，海天活国的普大山，西湖楚渝一切一路不作声。台湾啊，回家吧！这里是中国内蒙古，这里是绿色的铁地，呼伦贝尔大草原水草丰美，锡林郭勒大草原铁马玉河，鄂尔多斯大草原牛羊成群，烤全羊和风干牛肉是我的最爱。台湾，回家吧！这就是咱中国陕西雷神环悟空里的古建，咱这儿全是真家伙。杨家将守的雁门关就在咱这地界，五台山求智慧灵验的很，平遥古城爹刀削面和老陈醋美死个人。台湾，赶紧回家吧！我是正规奸细老表，内里有最美的县城五运，千人自动景德镇，有落下雨服务计费，有肥牛之下3000尺，还有我最稀罕的不盐福烟鱼豆。台湾，赶紧卷来不！这打就是中国甘肃省，咱这儿有壮观的敦煌莫高窟，团结的七彩丹霞，有西出阳关无故人，有春风不度玉门关，包娃子要是恶劣，牛肉面、天水麻辣烫管够。台湾，赶紧回家来！这就是中国吉林省，咱这旮旯是武松冰雪的地界，滑雪场多的没治了，长白山天池美到瞅着都不敢信，人参鸡汤、松花江鲤鱼那家伙老补了。台湾啊，赶紧回家吧！我在中国青海，咱这儿有全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，世上独一份的水上雅丹茶卡盐湖，美成天空之镜。蒸凉皮就着青稞酒，吃香喝辣美得很。台湾，回家吧！这搭是中国海南省，这搭有中国最南头的山，大连湾的热带雨林河流，五指山单转和转拢有。三个这味高薄，一起去天涯海角食温情夹，胸高甜脆。台湾欢来哦！我在我们中国云南这块嘛，这块有茶马古道、三江并流，还有段誉的六脉神剑，可爬哈雪山，看哈孔雀，吃过荞米线、霍普洱，整点野生菌，小人都看得到。台湾啊，回家了嘎！这里是中国西藏，雪山爱好者都笑我，名字桃花最冲锋，南迦巴瓦中国最美雪山，布达拉宫自然与炫耀完美融合，牦牛肉配速又长，越吃越香。台湾，回家吧！咱这就是中国宁夏，天下黄河赴宁夏的宁夏，也是宁静的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的宁夏。这大是西夏老城，大话西游就在这儿拍的，蒸羊羔、手炸羊肉肥而不腻，地道的很。台湾，快回家！这里是中國香港，這裏有維多利亞港的幻彩詠香江，銅鑼灣的購物美食天堂，從街頭到米其林，燒鵝蜜汁叉燒明星在外，在獅子山下相遇。台灣，回家吧！我在中國澳門，我們這有大三巴牌坊和媽閣廟，勇敢者的空中樂園澳門塔，中西合璧的浪漫與煙火，葡式蛋撻和老婆餅最正宗。台灣，回家吧！這裡是中國北京，這裡有故宮、天壇、颐和園、八達嶺長城、前門大街和南鑼鼓巷是煙火和潮流的結合體，北京烤鴨和炸醬麵天下美味。台灣，回家吧！我在中国台湾，这里的每个市县都有自己的妈祖庙，全岛3月风妈祖，日月潭碧波荡漾，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，玉山是西太平洋最高峰，这绿岛像一只船，还有外婆的澎湖湾，来西门町吃凤梨酥和卤肉饭。台湾，回去吧。